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怀着无比的热情和敬意，向你推荐一本改变无数人思维方式和人生轨迹的经典之作《审判》。这本书的作者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弗朗茨·卡夫卡 （Franz Kafka），他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卡夫卡的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力而闻名。《审判》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更是一部蕴含着深刻人生哲理的智慧之书。在当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历着内心的审判，无论是面对生活中的困境、职场上的挑战，还是内心的挣扎，我们都需要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有效的方法来应对。而《审判》正是这样一本能够为我们提供深刻启示和实用指导的书籍。那么，你是否曾经感到过生活的重压让你喘不过气来？你是否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和无助？让我们一起走进审判的世界，探寻其中的智慧和力量，看看卡夫卡是如何通过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为我们揭示出人生的真谛。《审判》是卡夫卡于1914年至1915年间创作的一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名叫约瑟夫 Joseph K 的银行职员在30岁生日那天突然被逮捕，却从未被告知罪名和原因的故事。整个故事围绕着 K 试图证明自己的清白，寻求公正的审判而展开。然而，随着情节的推进，可以发现所谓的审判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司法程序，而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一种对个人存在的质疑和审判。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司法不公的故事，更是一部关于人类存在困境的深刻预言。卡夫卡通过 K 的经历，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个体在面对庞大而无形的权力结构时的无力感和孤独感，同时，他也探讨了人类在追求真理和自我认知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直面内心的恐惧与焦虑。在审判中 ，K 从一开始就被一种无形的恐惧所笼罩，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被审判，也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辩护。这种恐惧和焦虑不仅来自于外界的不确定性，更来自于他内心的自我怀疑和不安。卡夫卡通过 K 的故事告诉我们，恐惧和焦虑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情绪。然而，面对这些情绪，我们不能选择逃避，而应该勇敢地直面它们。只有当我们真正正视自己的恐惧，才能找到克服它们的方法。要直面内心的恐惧与焦虑，首先我们需要学会识别和承认这些情绪的存在。我们可以通过冥想、日记记录等方式来观察自己的情绪变化，并尝试理解这些情绪背后的原因。例如，K在面对审判时，最初选择了逃避和否认，但最终他意识到，只有正视自己的处境，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挑战时，承认自己的恐惧和焦虑，并积极寻求解决办法，是迈向成功的重要一步。恐惧是自由的眩晕。弗朗茨·卡夫卡《审判》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恐惧的本质。恐惧往往源于我们对未知的恐惧，对失去控制的恐惧。然而，当我们勇敢地面对恐惧时，我们才能真正获得内心的自由。寻找内心的真实与自我认知。在审判中 ，K 的审判不仅仅是对他行为的审判，更是对他存在的审判。卡夫卡通过 K 的经历，探讨了人类在追求自我认知和内心真实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要寻找内心的真实与自我认知，我们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探索。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写作、旅行等方式来拓宽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经历，从而更深入地了解自己。例如 ，K 在审判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自己过去的生活是多么的空虚和乏味。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并努力寻找真正的自我。同样，在我们的生活中，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和探索，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自己，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一个人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时候，才能认识世界。弗朗茨·卡夫卡《审判》这句话强调了自我认知的重要性。只有当我们真正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理解周围的世界，找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在审判中 ，K 的人际关系复杂而多变。他与律师、画家、法院工作人员等人的互动，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个体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卡夫卡通过这些关系告诉我们，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对于我们的生活和事业至关重要。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能给我们带来情感上的支持，还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源。要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我们需要学会倾听、理解和尊重他人。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沟通、有效的冲突解决技巧以及真诚的关心来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例如，可以在与律师和画家等人的交往中，逐渐学会了如何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样，在我们的生活中，通过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
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从而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人是社会性动物，没有人能独自生存。弗朗茨·卡夫卡，审判。这句话强调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与他人建立联系，互相支持，共同成长。4. 追求内心的平静与满足。在审判的结尾，K 最终接受了审判的结果，尽管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卡夫卡通过 K 的经历，探讨了人类在面对命运和现实时的无奈和妥协。然而，在这种无奈和妥协中，K 也找到了一种内心的平静和满足。这种平静并非消极的接受，而是一种对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内心的真正释然。要追求内心的平静与满足，我们需要学会接受现实，并努力在现有的条件下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通过冥想、瑜伽、阅读等方式来培养自己的内心力量，提升自己的心理韧性。例如，K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最终找到了一种内心的平静。他不再执着于改变无法改变的事情，而是学会了在现有的条件下找到内心的满足。同样，在我们的生活中，通过接受现实并努力寻找内心的平静，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幸福和满足。平静是心灵的最终归宿。弗朗茨·卡夫卡，审判。这句话揭示了内心平静的重要性。只有当我们内心平静时，才能真正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找到真正的幸福。为了更好地理解审判中的核心理念和重要习惯，让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案例。小李是一名年轻的职场新人，初入职场时，他满怀激情和梦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感到职场中的压力和挑战。他发现自己在工作中常常感到焦虑和不安，担心自己无法胜任工作，担心被上司批评。在一次重要的项目中，小李因为一个小失误而被上司严厉批评，这让他感到非常沮丧和失落，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然而，在阅读了审判之后，小李意识到他所经历的审判并非仅仅是职场上的挫折，更是对他内心的一次深刻考验。小李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尝试直面内心的恐惧和焦虑。他学会了识别和承认自己的情绪，并通过积极的沟通和有效的冲突解决技巧，与上司和同事们建立了更健康的人际关系。最终，小李不仅在工作中取得了进步，更在内心找到了真正的平静和满足。他不再执着于外界的评价，而是学会了在现有的条件下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并努力追求内心的真实与自我认知。审判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是一面镜子，让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它教会我们如何直面内心的恐惧与焦虑，如何寻找内心的真实与自我认知，如何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以及如何追求内心的平静与满足。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着属于自己的审判。然而，正如卡夫卡在书中所揭示的那样，只有当我们真正正视自己的处境，勇敢地面对挑战，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找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因此，我诚挚地呼吁大家，抽出时间阅读审判，并尝试将书中的智慧和启示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相信我，这本书将会为你打开一扇全新的窗户，让你看到一个更加广阔和美好的世界。感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来聆听我的分享，希望审判这本书能够为你带来深刻的启示和实用的指导。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这本书，我强烈建议你去阅读一下。相信我，这将会是一次改变你人生的阅读体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想法，欢迎随时与我交流。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长，在生活中践行书中的智慧。谢谢大家。